这些都是我通过扦插和嫁接种出来的无花果，现在都已经开始挂果了。很多朋友说无花果在繁殖的时候容易烂根嫁接不活，今天我就把这套经验分享给大家，哪怕是你第一次拿剪刀的新手，也能让你在无花果扦插和嫁接的成功率上增加到100%。挑选砧木是决定扦插和嫁接成败的第一步，也是很多新手容易困惑的地方。到底什么样的砧木才算是好？选砧木不是随手捡一棵就行，我们要找这种粗壮、皮厚、树皮是这种青绿色的，已经接近木质化的这种当年生的枝条才是最好的。有朋友会问，咦，这不是在讲扦插吗？怎么又讲到嫁接？其实呢，我是先嫁接，然后再扦插。挑选扦插枝条和选择砧木的方式是相同的。后面我还分享了一些在嫁接的时候避免伤害到自己的一些小技巧。另外呢，砧木的选择一定要选择本地的一些品种，它的适应性比较强，既耐寒又耐旱。在修剪枝条的时候，如果是用来做扦插的话，一定要注意到不要修剪到芽点。作为砧木来用的话，修剪就比较随意了。作为一名园艺爱好人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有一把趁手的剪刀。今天我就入手了万人重推的这种 PVC 的剪刀，它原先是剪这个管材的水管什么的这种剪刀，现在呢，它已经被上万的园艺人推荐为剪枝条的首选。它和传统的这把剪刀呢，区别还是蛮大的。一会儿咱们来测评一下它剪的枝条的剪口怎么样。如果想要嫁接的话，还需要另外2把刀子，一把是嫁接刀，一把美工刀。这3把刀子的价格一共不到10元人民币，但却是必备的，都是趁手的利器。另外呢，还有一块厚一点的木板。最后呢，是嫁接膜和一支记号笔，用来标记品种。为什么无花果扦插总是烂根，嫁接总是不愈合呢？问题往往就出现在这儿，切口不够平整。无花果的形成层和它的表皮都非常的脆弱，如果用普通的剪刀，会剪得血肉模糊，还没愈合呢，就先被感染了。如果你能一下剪出那种镜面级的切口，这就是成活率100%的第一步。这是我今年新入手的无花果的品种，在网上买的接穗儿，一定要让它保湿发货。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，开始处理枝条。第一步呢，就是喷一下酒精，对剪刀进行消毒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试一下这把新剪刀的威力了。都说这把剪刀好，今天呢，我就来试一试，到底它好在哪里。摸起来它的质感还是比较沉重的，虽然它不到5块钱人民币。哇哦，这剪起来真的特别不费劲，而且它的刀口呢特别的平整，十分的光滑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剪切口呢十分的平整，而且没有毛躁的地方，特别的光滑。而且它的表皮呢也不会出现这种挤裂的情况，只是稍微的有一点挤压的痕迹，不会伤到植物的表皮和导管。传统的剪刀呢，它的修剪的速度也非常的快，卡枝条的那个卡口受力面积非常的小，所以说
枝条里面有可能已经碎了，或者是枝条的表皮呢已经开始分裂。看到没有？刚才这个表皮呢已经开始裂了，所以在扦插或者是嫁接的时候，枝条没有愈合呢，反而黑根或者是已经腐烂了，这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所以一把好剪刀是非常有必要的。很多朋友在扦插的前期，枝条明明好好的，怎么过段时间呢，枝条就开始发黑腐烂？其实呢，那是因为你漏掉了这个保命的步骤。把枝条放进多菌灵溶液中，你可别小看这杀菌剂，它可是防止病毒侵入伤口的最后一道防线。没有这杀菌剂呢，你的扦插大概率是在赌运气。无花果枝条的表皮层有很多微小的气孔，病菌呢最喜欢藏在那儿，洗一洗就是给它穿上了一层无形的防护服。我这个勺子呢是2克的容量，兑水1000毫升。太浓了呢会伤害组织，太稀了呢没有效果。大家看这个颜色，像这种淡淡的牛奶白就刚刚好。前面我们重点讲了2点，第一个就是针木或者是扦插枝条的选择，第二个呢就是枝条的处理。一定要保证枝条的表皮不被损伤，还有刀口的平整。这里是第3个重点，就是用多菌灵给枝条做一层防护。过了30分钟之后呢，枝条已经泡得差不多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一定要把枝条拿出来晾干。很多人是因为泡完直接扦插了，导致切口水分过多，缺氧烂根。不用杀菌剂行不行呢？咱们在自家庭院、阳台种花，环境杂菌比较多，这几分钱的杀菌剂呢，能够帮你省掉后面几个月重新扦插的时间。接下来呢，用泡完针木的杀菌剂来重新泡秸穗。这次呢，我增加了卡尔德罗纳、梅格兰、红美人，还有巴斯最爱。秸穗呢需要长期包裹在嫁接膜之中，做好杀菌呢，可以有效防止枝条的腐烂和发黑，以及发霉的情况。给秸穗泡杀菌剂的时候，你不要全泡进去，2-3根的泡就行。同时呢，它泡完也是需要晾干的，可以有效的防止枝条品种的混乱。第二呢，可以让枝条更充分的吸收水分。前面我们已经做好了枝条的消毒准备，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嫁接的过程。为了让所有的养分都供给给我们的秸穗，所以我们要处理掉原先针木上的芽点，这样呢，我们新的芽点才能长得更加的旺盛健壮。首先我们要处理针木上下2个剪口，一定要让它平整。在我们剪枝条的时候呢，可能会有很多细小的毛刺，这些毛刺呢，就是日后感染的源头。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枝条的表面呢处理光滑。接下来呢，进入整个嫁接最有灵魂的地方，就是切秸穗。很多人会遇到这种情况，为什么嫁接口呢
总是不愈合。其实呢，你的力度和角度，第一刀呢，我们在雅典的反方向的枝条切一道10到15角度的刀口。雅典这边呢，我们切的角度呢，尽量与我们新切的这个刀口相连接。其实你用刀的力度和角度决定了切碎的生死，这一刀下去必须稳准狠，不能有半点犹豫。有朋友会问，为什么要削这么长？因为接触面越大，愈合的机会就会越多。最关键的细节就在这里，一定要顺着木质部推过去，切口要平的像镜面一样。如果有一点点起毛或者凹凸，那就是给细菌留了后路。新手削切碎最怕的就是削歪了。其实我就是用了一块木板垫着，然后来削这个切碎，这样呢，非常的容易操作，容错率呢也非常的高，而且呢削的又平又快，待会儿和针木对接的时候呢，闭着眼睛都能够对齐上形成丛。这里要处理一下针木，针木的削法呢比较简单，不要用拿刀子的手用力，而是用左手拇指用力，这样呢既不会削到手，也非常的安全。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先把刀子削进一点点进去，然后把针木倒过来，用针木的力量去压这个刀子，这样呢更加的安全。用接穗来对接针木的时候，一定要选择你削的比较好的那一面，就是比较平的那边的针木的树皮来对接这个接穗。这边的接穗的形成丛呢，一定要和针木的形成丛的一边，必须是一边对齐，这样呢才能够确保，才能保证嫁接100%的成功。如果只是做扦插，那么前面的这一部分嫁接的就直接可以跳过，下面我们来继续进行扦插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把处理好的枝条泡一下生根粉。很多朋友把生根粉买回家，倒水里搅一搅就把枝条丢进去了。这种浸泡的方法呢，实在是浪费药效。生根粉用的对是神药，用的不对呢，反而会抑制雅典的生长。那么到底如何来用这个生根粉呢？生根粉我们买的化学成分最好是银朵丁乙酸5%，这种比例呢是最适合生根的。扦插的话大约是2克兑水600毫升，占15秒。我这里是2克的勺子，兑水的比例呢是600毫升。好了，现在拿出来把它晾干，一会儿呢咱们去配土。配土我用的是椰糠和珍珠岩作为主要的基质，另外呢我加了10%的草木灰，它们的比例是3:2。刚才用到的杀菌剂呢，直接用来泡发椰糠，可以给我们扦插的基质杀一下菌。另外呢，我加了10%的草木灰。扦插的土壤里面的水呢，一定不要太湿，太湿的话容易导致枝条发霉。那么加多少水才合适呢？只要你手握成团，椰糠和珍珠岩不往下滴水就可以了。
还有一点就是珍珠岩的颗粒大小是3到6毫米的，这个大小呢可以让我们的土壤更加的透气。那么扦插的机制应该如何来填充这个泡沫箱呢？首先在底部加2到3毫米的椰糠土，然后呢再铺一层枝条，就跟堆肥一样。然后呢再铺一层椰糠土，再铺一层枝条。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土壤并不是很湿啊，只要半湿半干就可以了。要扦插的枝条呢，就会在这个环境之中慢慢的进行伤口的愈合，为我们的扦插呢打下基础。这个过程大约需要7到10天的时间。最后一步就是将箱子的盖子打上几个透气的小孔，这样呢，只需要将箱子放在一个阴凉、透气、避光的地方就可以了。如果不是很方便打透气孔的话，那么你每天需要打开盖子透气10分钟，这样也是可以的。好了，我已经把扦插和嫁接的细节呢，已经在视频中讲得非常的清楚了。后期呢，我还会出一期跟进的视频，来和大家分享交流一下。如果有什么问题呢，请留言给我，我会尽可能的回复您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再见。